Once upon a time， 有一群87要来说故事了。他说6个人的话，一个人抽5张牌，看谁可以先把手牌打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好玩，简单多了。对啊，如果接不下去的话，就换左边的人继续接这样子。好，来，反正就是要唬烂啊。好 ，OK， 有一个王子他被关在地牢里面，对，然后这个王子呢，其实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顺遂，因为他在地牢里面什么事都不能做，能做的事情就只有睡觉。不能让他继续讲下去。对，然后他这个睡觉的王子呢，其实他有一个好朋友，也是在地牢里面的好朋友。然后这个地牢呢，它其实是在一个高塔里面。然后这个高塔呢有分上下，地牢为什么会在高塔？监牢嘛，对啊，地牢不是地牢底下的高塔。这个高塔，因为王子不是成天就只有睡觉，但是他有个好朋友，他终于有一天明白了，他其实住在隔壁的好朋友呢是一个怪物。地牢里面还有隔壁的好朋友。我是你好朋友。啊楼上楼下啦，楼上楼下。还有楼上楼下的怎么找到？不然你中断我嘛，不然你中断我啊！怪物我就掰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没牌了。那其实呢，把王子跟怪物关起来的是一个皇后，她为了她王子的权利，所以之前计划了，就是把他囚禁起来，因为要预防他逃脱。哇塞，跟生来，我们跑，太夸张了吧？结果呢，他就是顺利的逃脱的话，他就去旅行了。没有啦，不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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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子跟那个怪物都要逃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合作以后，他们就把这个逃脱计划呢写在书本里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然后呢，写在书本里面写，结果因为只有一本书嘛，那王子跟怪物到底谁要拥有这本书呢？所以他们就吵架了。哦，真吵因为到底谁要保管那本书，就他们吵架了，吵起来了。可是书从哪里来？书从哪里来？是从那个皇后呢去找他的时候呢，然后偷偷干来的。他的身上就掉下了一本书。中间省略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可以发问吗？他们不了住楼上跟楼下，他们要怎么抢一本书啊？是手是鲁夫。对啊，怎么抢？不合理，不合理。从地牢变那个什么高塔不合理了，你看。王子跟这个怪物呢吵着，就后来发现有人对话感觉很棒，所以他觉得这个状态他觉得很幸运，就说不合理，不合理，不合理。我投票让 PD pass， 我投票让 PD pass。怎么老皮把人家牌放回去？好，下一位，好，换下一位，小艾。然后因为他们为了这本书而吵起来，所以他们开始在追逐战，谁要先拿到那本书啊？在牢房里面怎么追啊？你那前面都不合理的。有螺旋楼梯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说好，在楼梯里面跑上跑下 ，OK， 没有 ，OK， 在2坪大牢房里面追逐。来，2坪大牢房追逐，来。你天要这样我也可以。来啊，快点。追着，结果呢，这个王子迷路。这到底多大？不是2坪吗2坪大牢？2坪也能迷路？不合理啦！太扯。走着之后呢，在里面他找到了一座井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他哪来的井啊？为什么越来越扯？高塔里面没有井。好，中断。他其实找到的不是井，他找到的是一个王冠。哎呦，酷哦！他找到的是一件宝物。哎呦，不错。就是在这个就是对狱友就是对那种被关起来的人来讲呢，就是一个铁锹，一个汤匙，就是等于是他们宝物。烂死了，就很幸运的拿到这个宝物。他很幸运拿到宝物，然后
不对，不对，我要中断你。他很久违的握起了这个十字镐，他想起了，靠，好，给你中断，来你掰。他拿到这个汤匙这个宝物很开心的时候，被人点了一跤，戳到他眼睛，说他是失明的。好痛哦！太痛了吧！等一下，有马斯其实有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什么秘密？这个秘密呢，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戒指戴在手上。哦哟，戴上这个戒指的人呢，可以让因为女王觉得其实王子很帅，所以才把他关在地下室。超像，白雪公主是吗？白雪公主，我还没讲完。然后呢，怪物知道他那个女王很帅，那个王子很帅，所以他直接让他变丑。变丑。这中间那个怪物跑去哪啦？怪物在追他，怪物在追他。他也太累了吧！怪物为了这本书在追他，这本书被偷走了。哦，他失窃就对了。对，现在轮到我嘛。好，那其实呢，这个怪物真实身份是一个国王，就是王子的父亲。没有，是个老人。好，来，你掰，来。这个怪物老人呢？哦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回忆起了，回忆起什么？回忆起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到处去旅行。他其实呢，他这些宝物都是他在旅行的时候找回来的。他去了一个一个很远的国度找回来的。对，然后村庄吗？就国度呗。国度在哪里啊？国度？你没看大家在吊你的话吗？然后他那个戒指能力太强了，所以他藏在那个什么高塔的那个楼梯里面。OK， 封印那个戒指。我觉得不合理，你们要不要投票？我觉得不合理，不合理，2票不合理。然后藏在楼梯底下啦，然后最后他跟那个皇后就真爱就破除了啦，然后不合理，我投票，你还抽张牌。你们好装作玩屁哦！换小孩，好像在抽一张哦。然后他在旅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。又一个女巫，有多少女巫？到底有多少？这女巫是谁啊？这女巫是谁？你要讲啊！遇到一个女巫，她是可以施展康复魔法跟给予食物的一个。不能这样子啦，不能这样，不合理。为什么不行？你说她是一个可以治愈别人的女巫，是不是？这样 OK。但是你又给食物，这太扯，你又没讲故事。然后因为老人家在行走的路程实在太饿了，所以他就给予他食物吃。是。对，好，就这样结束。就这样。被拍了。对。好，然后换喜天。他们走着走到了一个沼泽地，发现了呢，在这个沼泽地哦，住着了一群很可怕的巨人族。巨人族啊！等一下，你刚才是说讲人物？没有，他遇到是敌人。好，其实他在那个沼泽地边遇到敌人。OK， 来遇到敌人，遇到敌人，什么样的敌人？在沼泽遇到敌人就是怪物老人家。他年轻的时候去旅行，然后他遇到敌人，然后呢？对，用他一身蛮力去把那些人工匠打爆，然后他躲到那个戒指，然后后来他就想说。不行了，是时候该回自己国家了。总算要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总算要回去了。戒指，他就戴戒指，他希望这个戒指的不要皇后发现。又掰回来，硬要掰楼梯耶。好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来，接起来，我终于接起来。好，来，算也厉害，来。随着时间飞逝，当下的那个怪物老人，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在30年后呢，对，会有一个王子会需要这个宝物。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他预言了，他就说30年后。会有人要争权夺位，就是皇后嘛，然后王子会被关。结果呢，刚刚我们就是故事的开头就在讲这件事情，所以怪物老人他年轻的时候就预言这件事，就预言实现。不合理啊，这样子不合理，不是。可是重点是王子被关，然后这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啊。没有，他是预言啊，是这样子啊，他结局是预言啊。好，算你，算你。